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秋月漫谈。我用真实、缓慢、清晰的中文聊语言、人生、文化、科技，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。我是主播秋月。嘿，朋友们，大家最近怎么样呀？这一期我想聊聊徒步。之所以想聊一聊徒步，是因为在4月初的时候，在意大利徒步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，非常的开心，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一次徒步旅行，所以想聊聊这个话题。之前我有一期聊过自己去 EBC， 也就是 Everest Base Camp 的徒步旅行经验，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听一听那一期播客。这次的徒步其实是我在欧洲的第2次的徒步旅行经验。原来我在中国住的时候，徒步几乎是我唯一的旅行方式，至少在我离开中国之前的那几年，我非常密集的做了很多徒步，所以我也很想聊一聊在中国和在欧洲徒步的不同，以及怎么开始徒步。那其实我在欧洲已经住了有5年多的时间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徒步了2次呢？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和在中国以及欧洲徒步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徒步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通过在微信上看到一些关于好看的徒步路线的宣传，那我就会去宣传的俱乐部报名，然后这个俱乐部就会安排所有的行程，包括从哪里到哪里徒步，那途中的住宿以及每天走多少，几乎对我来说就是付了钱之后不用担心的这样一个过程。我这样做的2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因为我当时之所以想徒步，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在城市里徒步，然后到处都是游客的情况，所以我想去自然里，去没有很多人的情况下好好享受自己的时间。那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减少去徒步的摩擦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报名俱乐部，然后我只需要带上自己的装备去就可以了。那第2个原因就是在国内的这样一些徒步路线的俱乐部，他们其实收费都不是很高，最后的价格当然和整个路线的天数以及路线的难度有一些关系，但整体上而言都是相对便宜的，所以当时我很轻松的，或者说很容易就下了这个决定，去通过俱乐部来开始自己的徒步之旅。但是在欧洲就很不一样，虽然在欧洲徒步的这样一个文化更发达一些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自己去安排徒步的路线等等，但是对于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来说，其实相对是比较难开始的。比如说我怎么找徒步路线，然后徒步过程当中的装备怎么办，住宿怎么办等等，都需要自己去考虑。当然我也可以去
网上找一些那种专门做旅行徒步路线的旅行社，帮自己去设计行程，甚至是定好一切的住宿等等。但说实话都很贵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始做。直到去年的时候，看到斯洛维尼亚的一个徒步路线相对比较便宜，然后难度看上去也不是很高，所以就报名了。当然那一次其实整体的徒步下来不是非常的好，因为的确和我之前判断的难度有一些差别，然后整个旅行社的安排也不是非常的好。但是好处就是我知道了怎么去给自己安排路线，在徒步路线当中怎么去给自己安排住宿等等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情况和偏好来计划路线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，第一，我们非常享受整个过程，因为整个徒步路线的安排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情况来做的，所以也不会觉得很累或者过于轻松简单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节省了很多钱，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在哪里住，哪个更便宜，哪个更贵一些等等。所以在有了第一次的付费经验之后，我们第二次就自己来安排，然后自己也能够来调整我们的徒步节奏。那假设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徒步经验的人来说，他应该怎么开始徒步呢？我觉得首先需要自己知道了解自己的体力的情况，比如说我每天能够走多少千米，能够爬升以及下降多长的距离，这些都最好有一个数。那怎么了解自己的体力情况呢？最简单的就是像我之前做的那样，去找一个有向导，然后帮自己安排好行程的这样一个徒步路线，然后自己去尝试第一次，之后就可以自己去安排。那怎么去寻找路线呢？其实在欧洲有非常非常多很美的徒步路线，你在网上随便找都能够找到无数条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很好的徒步路线。但具体怎么去看具体的这个路线呢？主要的话我就是用一个 app 叫做 Komoot， 他们其实有很多用户生成的内容，也就是其他的徒步者在做了自己的徒步路线之后，在这个 Komoot 上去提交自己的具体的路线，自己的一些照片以及评论等等。然后他们也接入了一个开源的徒步网站的一个数据库，所以上面有非常多的路线可以去给徒步者选择。那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，如果我想去意大利北部徒步，那我可能就在 App 上去找到那个区域，然后搜索在那个区域的徒步路线，然后上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徒步路线。那我可能就按照自己的情况选择，可能我第一天徒步15千米，第二天徒步10千米，但是上升可能有1000米这样，然后这样按照自己的行程来计划不同的徒步路线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的话，比较重要的是尽量不要把自己的住宿安排在 hut 里边，因为一般来说 hut 都是在山顶上，是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。那如果是对第一次徒步的人来说，最好是能够在
中途在城市里或者是镇子上休息，这样自己就可以去缓冲一下，而不是需要强迫自己必须第二天一定要出发这样。那第二个徒步当中很重要的事情，除了路线的制定之外，就是装备。至于装备的话，网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章来解释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。我觉得重点就在于尽量是轻装上阵，就是不要带太多的东西，即使是同样的东西，能够往轻重量走就往轻重量走。比如说一件外套，同样的防风外套，尽量选轻一些的，然后鞋子也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在徒步，尤其是在登山以及下降的时候，任何一点点多的重量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疲惫，所以尽量往轻重量走，不管是短途的还是长途的。至于具体的装备，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，因为网上有非常多很好很具体的内容。那第三点，我觉得对于徒步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身体的锻炼。那主要是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是自己脚踝以及膝盖的稳定性，第二点就是体力的锻炼。为什么我觉得脚踝和膝盖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呢？因为在徒步，尤其是在山里徒步的时候，很多的徒步路线都是石头，大大小小的石头。往上爬的时候还好，但是下山的时候，其实对自己的脚部关节的稳定性有非常大的挑战。我去年的时候有崴到过自己的左脚的脚踝，是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。然后现在我去徒步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左脚会有一些代偿，就是不是非常稳定的情况出现。然后因为自己的左脚的脚踝比较不稳定，就导致我需要其实用左脚的膝盖更多，所以我左脚的膝盖会比我右边脚的膝盖更痛一些，当我完成了一天的徒步之后。所以我现在也会去健身房多锻炼自己的左脚的脚踝以及膝盖。那对于没有运动经验的人来说，这一点就更重要。那刚刚提到的第二点，关于体力的锻炼，其实就很简单，对吧？你需要一天走10多20千米，然后需要爬山爬1000米，这样体力就非常重要。那当我说体力的时候，不仅仅是说你的耐力，也包括你的肌肉的这样一个强壮程度。尤其是在登山的时候，如果腿部的肌肉比较发达的话，其实是很有帮助的。所以我很推荐在开始徒步之前，要多去健身房锻炼自己腿部的肌肉以及腿部关节的稳定性。那最后我想聊一聊关于徒步这件事本身，以及为什么我喜欢徒步。我刚刚讲到我4月份的徒步其实只是1周半的时间。那在1周半我完成了徒步之后，我们去米兰玩了有2-3天这样。虽然整体下来只是2周的时间，但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长，像是1个月的这种体感。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有很多有钱人都在说想办法去延长自己的生命。那延长生命其实有2种方法，一种就是物理意义上的延长，对吧？让自己活得更长更久。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
在心理层面上让自己对时间的感知更长，也就是所谓的活在当下。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觉得，这一周过得好快呀，有时候觉得这一周过得好慢呀。那当你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慢的时候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延长了你的生命。那我在这2周徒步以及在米兰旅行的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感觉，就是积极意义上的延长了自己的生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徒步的那几天，每天其实感觉非常的长，因为当我在徒步的时候，我需要100%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脚下，因为如果我稍微走神一下，我可能就没有踏稳某个石头，然后可能会崴到自己的脚受伤，或者说摔倒等等。所以我强迫自己专心的走路，虽然听上去很简单，但是当你需要这样高度的集中注意力4-5个小时，然后每一天都这样做，其实我对时间的感知会比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感知长很多，因为每一秒、每一分钟、每一步都是我全神贯注的在体会的。这样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美妙，虽然徒步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很累啊，但是在徒步完之后，我会觉得每一秒都有好好的在体验，这和平时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平时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为什么还没有到周末？为什么还没有放假？但是当我在徒步的时候，我就只关心一件事，那就是接下来我的脚要放到哪里去。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，如果真的想放松自己，尤其是对于平时是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来说，徒步是非常好的一个让自己脱离开日常生活，然后体验生命的每一秒的这样一个旅行方式。我接下来的旅行也都会按照这样去安排，大部分时间都会用来徒步，然后徒步完的那几天稍微在城市里休息一下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最完美的度假方式了。那你的度假方式是怎样的呢？你有徒步的经验吗？欢迎在留言里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，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。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，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，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，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，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，都附带我的录音。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，感兴趣的话，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